朋友们，如果你想在现实的世界中获得创造和成就，让自己的生命精彩地绽放，那么你首先需要扫清一个最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呢，不是别的，就是你自己的头脑和身体。你不能让自己的头脑和身体不断地折磨自己，这样的话，你自己本身就会是一个大大的问题。那么当你在和外界交互的时候呢，你一定就只会吸引来更多更糟糕的问题。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找一天你休息的时候，把手机、电视、书、玩具等等一切的东西都收起来，然后呢，暂时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在家独处一天。你可以选择干一些家务，也可以什么都不干，只是安静地坐着，然后呢，观察自己的状态。如果你发现一旦当自己独处的时候，内在就很难获得平静，甚至还会痛苦，那么就说明了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说明你自己根本就无法和自己的头脑还有身体和谐地相处，它们已经成为了你的阻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至少都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和自己相处的原因，哪怕只是10分钟，这也会帮助你去了解和接触到自己的本质。你可以在独处的时候呢，试着去安静地观察自己的头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还有你的身体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的不适。请尽情地感受一下自己独处时头脑和身体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和不安，尤其看看你的头脑可以疯狂到什么程度。相信我，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你马上就会意识到一点，如果自己以这样的状态投入到外界的世界当中，那么自己会创造出些什么，会吸引到些什么。记住，你能创造出来的和你能吸引到的，一定都是你自己所示的。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是痛苦的、低频的、内在不和平的，那么在你生命中的发生呢，就一定不会是美好的、积极的、高频的、和平的。你现在所示的呢，就是你现在周边世界正在或者将会发生的，这就是你的命运轨迹。所以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在你准备和这个世界交互之前呢，请至少让自己本身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不再是一个痛苦的存在。这是你能让自己生命绽放、圆满和创造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注意，我并不是说这样一来，你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境了。如果你自己不是问题，你的内在是和平的，那么当外面的困难和问题来了以后，你自然就会以你最佳的能力和状态去平静地处理和应对了。其实这就是那些高人们真实的状态。所以如果你想让自己的命运和现状发生根本的转化，那么每天投入一定的时间去关照我们的头脑和身体，这就变成了一件必须要去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冥想的原因。所谓冥想，其实就是把大脑抛开，什么都不想。而冥想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进行思维断绝，进入到一种思维空白的状态。这种状态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临在。而冥想训练呢，就是要让我们主动地把自己置身于这种状态，让自己体验并且感受认同于这种状态。而讲到冥想呢，我们就要先从它的本质，也就是入静开始讲起。道德经里说，归根曰静，是为复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回归本根，称之为静。只有在静中才能恢复生命的本来状态。所谓清静为天下正，清静才是天下万物的准则。致虚极，守静笃，天人合一，无为而无不为。这就是老子告诉我们的方法。其实在儒释道3家呢，都有自己的入静法门。
但是不论它们的呈现和操作方式如何，有多么的不同，但是底层的逻辑和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要让我们跳出当下头脑的二元思维，破掉三维世界里的一切相，来到一个更高的维度，和肉人的习惯和情绪剥离开，安住在此刻当下。其实入境的本质，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专注力，也就是自由意志的保持和定守能力。当我们可以做到内在真正的安静下来，才可以识别和剥离一切外在的相，摆脱习惯。这就是临在。但是静绝对不仅仅局限于必须是以一个固定的姿势静止在那里，静是关乎于你内在的维度和状态，而并不是你外在的呈现。这不是一种自我的状态，而是一种无我的状态，它超越了你原先认知的自己。而这种禅定和临在呢，才是真正的你自己。也就是说，它就是你可以看见真正的那个你的唯一的方式。其实不管是打坐、站桩、瑜伽，它们的本质都是冥想。冥想练习就是要让我们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当下这一刻，集中在我们身体的感觉上，从而让我们从思维活动当中强行的解脱出来，创造出一个空白。在这种空白当中，我们会高度的警惕，注意力高度的集中。但是神奇的是，我们却没有在以大脑在进行任何的思考。好，说了这么多，冥想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冥想可以减轻焦虑和抑郁等等负面情绪带来的困扰。这些情绪问题的根源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认同了大脑中的负面信念系统，并且这种认同会让我们感觉根本没有力量离开它们。我们会不停地和头脑里面负面的故事情节以及评判纠缠在一起，形成无数个痛苦的假我来代替自己活着。造成这种精神困扰的核心原因，就是根深蒂固的自我评判。但是通过冥想，通过体验临在当下的安静状态，大脑中的这些负面想法慢慢的就会减弱，直到消失不见。冥想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治愈身体的疾病。其实我们很多疾病的根源呢，都是负面情绪在身体内部的长期积累。只要你平时会有起心动念，那么就一定会产生情绪，它们会在我们身体里面形成各种淤堵和结节，导致我们最后生病。这就是因为负能量的积累和不通，它们都是生病的前兆。而冥想就是让我们安住在当下，当下又是唯一链接高维能量的接口。所以冥想的时候，我们的能量和平时是不一样的。冥想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让身体不再和大脑链接，而变成直接和自由意志链接。这种操作就相当于是一种深度的清洁。冥想的第三个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启发智慧，获得灵感。因为冥想首先就会让我们暂时摆脱头脑的思考，不管是积极思考还是消极思考，它们都只能带来知识，而不会带来灵感与智慧。冥想就是一个免除杂念、生发智慧的过程。我们之所以没有任何的创造力，就是因为自己无法链接高维的智慧，深陷在二元对立的头脑思维当中了。而冥想可以让我们放空头脑，安住当下。当我们摆脱了一切三维的相，进入了临在的状态以后，我们自然就和高维智慧同在了。这时候我们的灵感才会随之迸发和涌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名人都会坚持冥想的原因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冥想也只是帮助我们内在提升的一个工具而已，不能把它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很多人会纠结自己在冥想过程中身体和精神上的感受或者体验，包括好的和坏的。我并不否认在冥想的过程中呢，
我们确实会出现一些特殊的体验和感受，而且由于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和内在能量维度等等的不同，因此大家所体验到的感受也许也会各不相同。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这些都不重要，它们只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可能这些结果会让你很愉悦、很放松，感到很神奇。但是一定要记得，这并不是我们冥想的目的。我们冥想唯一的目的就是与思维的断绝，让自己体验和适应没有大脑干扰的安静状态。只要我们可以实现这一点，那么就是做到了正确的冥想，其他的都不重要，包括我们冥想的姿势和环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会一直纠结在冥想过程中自己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不舒服的感受上，比如一直无法停止脑子里的杂念、胸闷、心烦、头蒙气短等等不好的感受。他们会因此担心自己是否做错了，或者自己根本就不适合做冥想。其实这些担心和纠结都是多余的，带着自己的思考和对冥想的评判去进行冥想，这样怎么可能成功呢？至于在冥想过程中出现类似憋气、喘不过气等等的状况，其实这个也不用担心。这就好比你一直以一个错误的姿势坐着，比如弯腰驼背，然后突然坚持挺直坐，那么你肯定会不适应。我们已经陷入在头脑当中几十年，突然让自己做一些反习惯的事情，那么不适应就会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如果你感觉自己的躯体感受十分严重，那么可以先选择平躺着去练习我们前面讲过的观呼吸的心法，让自己慢慢的适应就可以了。好，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内容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准备进入到冥想的前奏阶段了。首先，我们的冥想一定不要拘泥于形式，比如坐姿以及特定的穿着和特殊的环境等等。你不一定非得来个标准的盘坐，穿的要看起来仙风道骨，把自己搞得像个得道高人一样才可以进行冥想，也没有必要非得弄个香薰，再布置一个禅意十足的环境，然后配上禅意十足的音乐，甚至躲到深山里、寺庙里才去进行冥想和禅定。这些都是误区，其实也都是我们修行的阻碍和执念。我们首先就要把这些执念都给拿掉。其实我们进行冥想或者打坐，只要是在一个相对安静舒服的环境下就可以了。至于姿势，也是只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就好，有没有音乐的引导也并不重要。总之你怎么舒服就怎么来，甚至还可以坐着或者平躺，甚至是站着。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的身体都得正，背尽量都要打直，不能蜷缩在一起。比如儒家的静坐，就是直接正襟危坐在椅子上的，并没有其他更多的讲究。当然，如果我们选择坐着的话，那背后最好要有个靠的东西，否则腰部的肌肉会紧张，对你的冥想会有一定的影响。至于穿什么衣服，在哪里进行冥想，这些就更不重要了。但是记住，不管春夏秋冬，你的双腿最好都要用毯子或者毛巾被盖起来，这主要是为了保护膝盖。因为如果你每天练习，哪怕只有10几分钟，膝盖也是很容易受凉的。记住，冥想和打坐只是帮助我们入静、体验和感受临在、提升定力的一种方法和手段，所以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去一味地追求打坐和冥想的时长，觉得可以做越久就越有功夫，那干脆去和木头桩子比好了，这叫坐枯禅，属于浪费生命。六祖慧能和王阳明都是极力反对坐枯禅的。你坐上1年和一个枯木头又有何区别呢？我们的人生就失去了对现实当下的承担。
失去了在世上磨练的大好机会。关于我们每天冥想练习的时长呢，初学者每天早晚各15到20分钟即可，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条件适当的延长，但是单次最好也不要超过40分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如果你有焦虑或者抑郁症的困扰，或者你的专注力已经特别的弱了，那么你可以每天适当的延长自己冥想的时间，因为你更加需要提升定力，通过冥想实现和思维的解绑，给自己的大脑踩刹车。至于还有一些人，他们执迷于通过打坐冥想去获得某种神秘的体验，亦或者想在虚空当中寻求解脱和逃避，这样的话就更加跑偏了。冥想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成为了逃避现实、追求另一种低级欲望的工具。这其实和抽烟酗酒并没有太多本质上的区别，因为那种所谓的神秘体验，其实通过一些特定的药物和化学物质也可以实现。好，当我们一切都准备就绪，开始要正式进行冥想训练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3个字：息思虑。这是我们进入冥想的第一步，也就是我们要迅速地把自己的状态由动调整为静，快速地让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都舒缓下来，进入到深度冥想之前的预备阶段。而息思虑的最方便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我们之前所讲过的调息法。先把我们急促不均匀的随着情绪起伏的这个呼吸呢，迅速地调整为均匀流畅、安静绵长的一个状态。那具体怎么做呢？首先深吸一口气，记住一定要吸满，要做到气满丹田。这时候肚子是鼓起来的，对不对？注意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时候你的舌尖是微微地顶住你的上牙膛的。然后吸满了以后，停顿一小会儿，大概2到3秒。然后呢，你的嘴微微地张开，这时候用嘴慢慢地、均匀地、自然地把气呼出去，越慢越好，不要发出声音，把这口气吐到尽头。记住，肚子是随之向内紧缩到极限的。然后同样再停顿2到3秒，接下来你就再进行下一轮的重复，就这样大概最多10到20次左右。当你感觉到你开始静下来了，你的呼吸也完全的顺畅均匀了，身体也完全的放松不紧绷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恢复到全部用鼻子呼吸。这个时候我们就算是把呼吸呢迅速的调整好了，也算是完成了我们的接下来要做的静坐和冥想的一个准备工作。同时，当我们在很紧张或者情绪很激动的时候，要用到所谓的深呼吸，来帮助我们迅速的冷静和放松下来的时候，同样也是这个方法。除了迅速调息法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迅速调整状态、拉回注意力的好方法，那就是倒读书法。这个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找到任何一本书，随意的翻开一页，然后你就从这一页的最后一个字开始全然专注地倒着往前读，使用正常语速就可以，可以微微地读出声。一般来说，当你专注地读上一页以后，基本上脑子里的杂念就可以断绝的差不多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快速息思虑的方法，因为我们平时读书的顺序呢，都是完全符合我们的思维和认知习惯的，而倒着读呢，恰恰就是完全和思维反着来，为的就是把我们的思维习惯彻底打破。为了可以不读错，我们就必须要把当下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倒读书这一件事情上，否则你一定会读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完全阻绝了我们的思维在文字上延伸的可能性，让我们没有任何进行思维活动的机会。
我们不妨再做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实验。你可以现在就开始用你全部的注意力去观察你的大脑，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看看从现在开始算起，到底多久以后你开始产生了第一个念头，还有这个念头具体是什么。如果你可以全然投入地调动起你全部的警觉心去做这个实验，你就会惊奇地发现，你平时杂念纷飞、思绪不断的头脑，竟然是过了很久以后都不曾会产生一个念头。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刚才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你头脑的侦探，成为了你自己的观察者。你刚才的状态就是临在。这个实验充分地说明了，只要你开始观察，那么你的头脑就再也无法用思维来占有你的专注力，夺走你的意识了。你就是自由的。总之，不管是以上我们使用的迅速调息法，还是倒读书法，亦或者这个守株待念法，它们都是在我们正式的进入深度冥想之前，帮助我们快速的息思虑，止住杂念，拉回注意力的很好的心法，也都是我们下一步进入深度冥想的很有效果的前奏。当我们已经快速地完成了冥想的前奏以后，此时我们的注意力仍然是全部地停留在自己的呼吸上。现在我们就要继续把呼吸当成入境的梯子，这就是冥想的第二步。具体呢，我们可以用到2种心法，一种呢是出入息法，另一种就是数息。所谓的出入息呢，其实就是指佛家的安那波那法门。安那指的是出息，就是呼出去；波那指的是入息，也就是吸进来。安那波那意思就是一呼一吸，如果用大白话说，就是3个字：出入息。佛陀说过一句话，生命就在一呼一吸之间。而这一呼一吸之间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佛陀讲的就是这个出入息的息。这个息呢，其实就是那个在一呼一吸之间的停留和静止，就是当你在这口气吐出去以后，下口气还没有吸进来的之前的那个空档。为什么佛陀告诉我们生命就在这个空档和停留当中呢？因为在这个很短暂的刹那里，我们的妄念最少，情绪最少，基本上我们是处在一个思维空白的状态。这时候的我们最平静，最放松。当我们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空档和停留上面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你会感受和体验到真正的安静，体验到那个自信本来的自己，这就是禅的境界。比如，当你在关照气吐出去以后的出息，这时候，你如果用心去观察，就会发现有一个片段，在这个片段里，你的心念是停的，就在它停的那一下，你是不呼不吸的，而那个刹那之间，其实就是你真正入境的状态。它是不乱不躁、不冷不热、不悲不喜的，甚至就算你身上有伤口，你都感觉不到疼。我们现在就可以闭上眼，用心去感受一下。但是记住，一定要自然，不要刻意。你每次的呼和吸，吐出去，吸进来，还有你每次停留的时候，都不要刻意的憋气，也不要刻意的拉长，要自然顺畅，并且全然的专注。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在你的出入息之间，你可以停住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就叫做止息。这就是你可以越来越长的在那个静的里头定住了，这就是你定力逐渐提升的表现。出入息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很快入境的方便法门。当我们开始修炼这个呼吸法门的时候，就会惊奇地发现，原来真正宁静的去处其实就在那儿，离我们那么的近。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呼吸，但是却从来不知道这个存在于一呼一吸之间的安静的去处。
这就是为何人们总说，呼吸是最好的帮助我们入静的工具，因为在呼吸的过程里，本身就隐藏着静的状态，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去体验它，感受它，把它提炼出来，让它扩散开来。只要我们能做到把出入息两头的这个静的状态，也就是那个刹那给定住，那我们的杂念自然就会被去除掉了，我们也会很自然地从头脑的思维当中解脱出来。除了出入息的心法外呢，还可以使用数息法，这也是很多人在冥想的时候经常使用的一个简单易用的方法。所谓数息呢，并不是数的呼或者吸，它数的是一呼一吸之间的那个吸。如果你要是吸进来数一次，吐出去再数一次，那么就不对了。正确的数息应该是当你吸气的时候在心里数一，然后呼气时心里面再同样数一次一，因为一吸一呼之后才会有一次吸。当我们完成了一次止息，也就是感受到了一呼一吸之间的那个安静、思维空白的状态以后，就这样重复下去，一直数到10。如果我们数了10次，就说明我们完成了10次的止息，也就是完成了10次的入静。注意，每当到了10次以后，我们便再次从头开始数，10次为一个循环，重复2到5轮就好。这些数字其实就像是一条绳子，它的作用就是把你的觉知和你的呼吸紧紧地穿在一起。在我们数息的时候，一旦发现自己忘了数到哪里了，这时候千万不要烦躁，只需要耐心而又平静地让自己重新再次回到1，然后继续开始数就可以了。即使我们在之前的前奏中已经完成了第1轮的快速吸思虑，但是在我们现在的关照呼吸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有一些思虑和念头会再一次的升起，尽管他们会不断的把你的注意力再次的从呼吸上拉走，或者让你不断的数错，但是不要紧，这都是特别正常的。当这些想法来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排斥他们，不要抗拒，要允许他们的出现。要首先做到把不能有杂念这个杂念去掉，不要对自己产生杂念这件事做出任何的评判和分析，就静静地看着这些念头来了，然后又走了。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再重新把注意力拉回到呼吸上，慢慢的这些念头就会开始越来越少，自己的呼吸也越来越顺畅和平稳，最后直到自己再也没有一丝杂念，全然的安静下来。这时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地从呼吸这把梯子上下来，把注意力从呼吸上全部转移到我们的身体上来了，准备进入到更深层次的冥想。如果说思绪就像一匹野马，那么冥想和打坐就像是驯服这匹野马，然后再给它套上一个缰绳的过程。佛家一般用的是念经、观心、参禅等方法，而道家呢就是手窍。手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从思绪和杂念当中拉回来的注意力都定守在身体的某一个地方，就像《道德经》里说的有欲观窍，欲就是指欲望和杂念，观呢就是指内观和意守。这里呢我们就用道家的手窍法门。当然了，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也完全可以使用自己熟悉的入境法门。好，再回到道家的手窍，那我们到底要守哪里的窍呢？人的身体一共有365个穴位，其实严格来说，每个穴位都是一窍，甚至人身上的每个毛孔也都算是一窍。我们当然不可能守这么多。其实道家说的手窍，通常来说是指守丹田。丹田呢又分为上中下3个，上丹田就是我们的印堂，大概就在2眉之间这个地方。中丹田呢在心窝附近，也就是胃部这个地方。
下丹田大概在我们肚脐下3寸左右的地方，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下腹部。道家认为这3个丹田分别代表了我们的精气神3个大本营，所以你看站桩时候，双手抱的位置，就分别是这3个不同的位置，也就是上中下3个丹田。我们在打坐冥想的时候，通常更流行选择手上丹田。我们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打到两眼之间，鼻梁的根处，然后死死地守住，注意力不能乱跑，一跑就要赶紧拉回来，直到最后全然地进入定境。在这里呢，我不想过多地去强调全然地进入禅定状态以后的身体和精神感受和体验，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差异，并且我强调过多次，这并不是我们练习冥想的目的。重要的是我们以这种思维空白的临在状态的存在和高维能量的链接。其实我们在睡前就在床头进行一次这样的冥想就特别好，对失眠和睡眠质量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帮助，让自己在睡觉前从大脑连续的被迫性思维中摆脱出来，清空念头，放下思绪，让注意力全部都回到身体上，然后我们再不带着思绪和念头放松地躺下，自然就可以进入到更好的睡眠状态里了。不过注意，我们要在冥想结束之后就直接睡，不要再去刷手机或者干其他。然后我们在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可以再进行一次冥想练习，把昨晚在梦中所产生的负面能量和情绪都彻底清空，让我们的一天在神清气爽、元气满满的状态下开始。早晨的状态很重要，决定了我们这一天的状态，所以一定要先把负面的情绪和念头清空，找到当下那种宁静的、淡淡的、喜悦的状态，然后再开始一整天的工作和学习。如果是有抑郁症的朋友，可以在自己卧室床上的头顶位置的天花板上贴一个笑脸。每天早上起床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自己盯住那个笑脸，然后开始笑，先微笑，然后再慢慢地笑出声，笑5分钟后再下床。一个正能量的早晨蕴含的能量是巨大的。好，这期内容呢，为大家介绍了冥想的具体步骤，相对比较完整和复杂。因为考虑到有很多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冥想训练的初修的朋友们，但是只要我们明白我们进行冥想是为了什么，那么就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情况和进展进行步骤上的调整了。比如现在我自己每天的冥想练习，一般来说，我会通过大概10次左右的对呼吸的关照，也就是把注意力全部放在空气进入我身体的过程上，并且在每次把气体全部吐出去以后，去全然感受一呼一吸之间的安静。很快呢，我就会觉察到自己已经真的静下来了。这时候我就会直接进入对上丹田的定手，并且我平时还会随时随地在需要的时候，让自己迅速地进入冥想状态。当然了，我的情况只是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要时刻对自己的真实状态保有觉知，时刻知道我们自己当下在哪里，正在做什么，要实现什么，这样就能找到适合和属于自己的节奏和方式。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